欢迎来到卢叔讲经典，一句经典道尽人生，读懂变化，看清人生。很多人第一次听到易经，心里其实都会冒出同一个念头，这是不是一本算命的书？你不一定会说出来，但你大概已经在心里把它归类为玄、老、远，跟现代生活没什么关系。可有一件事，其实很少有人认真想过，如果易经真的只是用来算命的，那它凭什么能活3000年？不是30年，不是300年，是3000年。3000年里，王朝换了无数次，制度变了，信仰变了，甚至语言、文字、生活方式都变了。可这本书一直没有消失，这件事本身就已经很不玄了。因为真正能留下来的东西，一定解决过非常现实的问题。易经诞生的那个时代并不浪漫，那不是一个可以慢慢思考人生意义的年代，而是一个今天做错判断，明天可能就没命的年代。战争、迁徙、天灾、政权更替，每一件事都在逼人做选择，而问题在于，他们根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。你现在焦虑，是因为市场变化太快；他们那时焦虑，是因为天什么时候下雨，敌人什么时候来，部落会不会突然消失。所以你要明白一件事，易经一开始并不是高深智慧，而是一种求生工具。人类第一次很认真地承认一件事，这个世界是不可控的。以前的人会把一切归给神，而易经的出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。它开始尝试总结变化本身的规律，不是预测结果，而是理解变化。你仔细想想，这是不是和我们今天的人生处境非常像？你努力工作，但环境在变；你维持关系，但人心在变。你以为稳定的东西，突然就开始松动。你不是不够努力，而是你面对的已经不是一个静态世界。易经的核心从来就不是算，而是一个字：变。它不是在告诉你未来会怎样，而是在提醒你，所有状态都会走到下一步。你现在的困境不是突然发生的，而是早就已经在变化里酝酿。可问题是，大多数人根本不擅长看变化。我们习惯用过去的经验去应付已经变了的环境，用旧的判断去解释新的局面，而这正是易经当初被发明出来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。它不是要你控制命运，而是要你学会观察，什么时候该进，什么时候该退，什么时候该停。你会发现一个很残酷但也很真实的事实，真正拖垮人的往往不是一次巨大的失败，而是在变化已经发生时，你还假装一切没变。所以如果你把易经当成算命，那你从一开始就错过了它最重要的价值。它真正讲的是一种能力，在不确定中保持清醒，而这一点恰恰是今天这个时代最稀缺的东西。易经真正奇怪的地方在于，它一开始并不是写给普通人看的。你可能会觉得这句话有点刺耳，但这是事实。在最早的阶段，
易经并不流通，它掌握在极少数人手里，王、巫、祭司、决策者。原因很简单，因为那个时代判断方向本身就是一种权利，什么时候出兵，什么时候迁徙，什么时候结盟，什么时候忍，这些决定一旦错了，不是赔钱，而是灭族。所以你会发现，易经最初的用途并不是安慰人，而是减少决策失误。它不是让你想开一点，而是逼你承认一件事：你现在站的位置并不是永远安全的。这也是为什么易经里几乎没有成功学，你找不到那种只要照做就一定会赢的句子。相反，它反复在提醒同一件事：任何状态走到极端都会出问题，盛极而衰，刚极必折，满则溢，进则有退。这些话你今天听起来像道理，但在当年他们是保命经验。可问题来了，既然易经这么重要，为什么后来反而走下来了，变成了普通人也能接触的东西？答案其实很现实，因为历史一再证明，不是只有王才会做错误判断，普通人也会。婚姻里的选择，事业的方向，人际关系的进退，其实和国家决策本质是一样的。你永远是在不完整的信息里做一个影响很久的决定，只是规模不同而已。所以当社会越来越复杂，当普通人的人生开始出现越来越多不可逆选择，易经才慢慢从权力工具变成了一种认知工具。它开始被用来问的不再只是该不该打这一仗，而是我现在这样走对吗？你有没有发现，我们这一代人特别容易卡在一个状态里，不是彻底失败，但也走不上去，不是完全错误，但总觉得不对。这其实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易经式困境，因为你正站在变的中段，你以为问题在于再努力一点，再坚持一点，再忍一下。可易经的视角完全不同，他会先问你一句：你现在所坚持的还是不是原来那个环境？很多人之所以越努力越累，不是不够拼，而是方向已经发生了变化，而你却还在用旧地图走新路。这时候易经最残酷也最清醒的一点就出现了，它并不鼓励你硬扛，相反，它会提醒你，有些阶段硬扛本身就是判断错误。但我们从小被教的恰恰是反过来的，我们被奖励忍耐，被赞美吃苦，被鼓励坚持，却很少有人告诉我们什么时候该停下来看看形势。易经的智慧其实一点都不浪漫，它不歌颂牺牲，不美化坚持，它只关心一件事：你是不是站在一个已经开始下坡的位置上。而这一点对普通人来说反而是最难接受的，因为承认该变了往往比承认我失败了更痛。很多人第一次真正接触易经都会有一个共同的困惑，他们会说，这书怎么这么绕，怎么不直接告诉我答案？你翻来翻去看到的不是该做什么，
而是象辨实味。一句话可以有好几种解释，甚至同一卦，在不同阶段，结论完全相反。于是很多人下意识会觉得易经不实用，但恰恰相反，这正是易经最狠的地方，因为他很早就看清了一件事：真正害人的从来不是不知道答案，而是把别人的答案当成自己的判断。你仔细想想，人生里那些真正让你后悔的选择，有多少是因为你完全不懂？其实不多，更多的时候是你明明感觉不对，却还是照着某个标准答案往前走。别人说这行有前途，你就进；别人说这个年纪该稳定了，你就不敢动；别人说感情要忍，你就一直熬。这些才是普通人真正被困住的地方。而易经从一开始就拒绝给你这种替你做决定的快感，它不用结论，而用象，本质上是在训练一件事，让你学会观察局势，而不是迷信判断。你看天象，不是为了控制天气，而是为了知道什么时候该播种，什么时候该收。易经也是一样，它不告诉你现在该不该辞职，而是逼你看清你所处的是上升、停滞，还是已经开始衰退的阶段。这也是为什么易经里反复强调是不是你够不够努力，而是你用力的时间对不对。很多人之所以活得很累，不是能力不行，而是把对的努力用在了错的时段。而易经的由来正是建立在这种长期观察之上，它不是某一个人灵光一现写出来的，而是几代人在战争、饥荒、兴衰、成败里反复验证出来的一套判断变化的经验系统。所以他才会这么克制，这么冷静。他不站在任何人的立场，也不偏袒努力的人。你努力，但若方向已变，他照样会提醒你不宜进。你不努力，但若时机未到，他也不会逼你硬上。这种不安慰人的态度放在今天反而显得非常反人性，因为我们太习惯被鼓励、被肯定、被推动。可易经的思路是，先别急着动，先看清你站在哪里。你现在所处的环境是在积累，还是在消耗？是在酝酿变化，还是已经错过节点？这也是为什么易经后来会被孔子极度重视，不是因为它神秘，而是因为它太现实。他教的不是如何成功，而是如何避免在错误的时候把自己越推越远。当你慢慢理解易经之后，会发现一件很反直觉的事，他后来之所以能从占卜之书一步一步走向哲学，并不是因为他变得更玄了，而是因为他不再执着于结果。早期的易经确实和占卜有关，但你要注意一个细节，他关心的从来不是这件事会不会成功，而是现在动合不合适。这两件事看起来很像，但本质完全不同。前者是在讨一个确定性，后者是在判断风险。而真正推动
易经完成转变的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原因。时代开始变快了，当社会结构越来越复杂，单一事件已经很难用吉或凶来判断。一场战争可能短期是赢的，长期却是错的。一次选择当下看似稳定，却可能在几年后变成彻底的束缚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结果导向的占卜开始显得越来越不可靠。于是易经的重心慢慢从问答案转向了看结构。他开始关注你在什么位置，你面对的力量来自哪里，你是顺势还是在对抗环境。这也是为什么后来的易经越来越强调位，不是你是谁，而是你站在哪里。你是上位者，你的责任是什么？你是下位者，你的动作边界在哪里？这套逻辑后来被儒家吸收，成为了判断人伦、秩序、责任的基础。但你如果仔细看，易经本身并不替任何道德站台，它不说你应该怎样做人，它只在提醒你，你现在的行为是否与你所处的位置匹配。这点对普通人来说其实非常重要。很多人生问题表面看是情绪问题，本质却是位置错位。你用打工者的方式去对抗系统，你用情绪去解决结构问题，你用个人努力去弥补环境缺陷，然后你会觉得我已经很拼了，为什么还是不顺？易经的答案很冷静，不是你不行，而是你站错了层级。这也是为什么易经后来被称为群经之首，不是因为它多神，而是因为它提供了一种看世界的底层坐标系。你开始学会问，现在是不是该进？现在是不是该退？现在是不是该守？现在是不是根本不该动？而不是我够不够努力，我值不值得，我会不会被看不起？你会发现，当判断维度改变，情绪自然会下降，因为你不再把所有问题都归因到自己身上。这也是易经最容易被误解的地方。很多人以为它是在教你认命，但恰恰相反，它是在教你不要在错误的阶段用错方式拼命。真正的变从来不是情绪化的反抗，而是对形势的重新判断。如果你一路听到这里，可能已经慢慢发现一件事，易经的由来其实并不是一本书的历史，而是人类一次又一次在现实中撞墙之后留下来的判断痕迹。它不是为了证明谁聪明，也不是为了告诉你照着做就一定会好，它更像是一面镜子，让你在做决定之前先看清一件事，你现在面对的到底是努力问题还是判断问题。这正是易经到今天还没有过时的原因。因为时代变了，环境变了，工具变了，但普通人被卡住的方式其实从来没变过。你还是会在不对的阶段逼自己硬撑，你还是会在该退的时候误以为是不够努力，你还是会把坚持
当成对抗焦虑的唯一答案。而《易经》从几千年前开始，就在反复提醒一件听起来很不讨喜的话：方向错误时，再多的用力都只是在放大代价。这也是为什么《易经》里没有成功学，它从不问你怎么赢得更多，它问的是怎么避免输到不可收拾。对普通人来说，这反而更重要，因为大多数人的人生不是毁在一次巨大失败，而是耗在一连串好像还可以的选择里。工作不算差，但越来越没空间；关系没彻底坏，但一直在消耗；生活谈不上痛苦，却也谈不上前进。这正是《易经》最想提醒你的状态。表面稳定，其实已经开始失去弹性。所以你现在再回头看《易经》的由来，就会发现它从来不是古人迷信的产物。相反，它是古人在没有数据、没有模型、没有算法的情况下，用一生的代价换来的判断经验。什么时候该进，什么时候该守，什么时候该退，什么时候根本不该动。他教的不是你该成为什么样的人，而是你现在这样走，会不会把自己一步步送进死局。如果你今天的人生正处在一种说不上失败，却越来越疲惫的状态里，那你真正需要的也许不是再努力一点，而是换一个角度，重新看清你所处的时和位。这才是《易经》留给普通人的真正价值。卢叔送你一句话作为结尾：真正让人走不下去的，从来不是命不好，而是一直用错误的方式硬撑一个已经该变的阶段。这里是卢叔讲经典，我们下节课再见。